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魏。今天我到了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一个关口，叫木牌口岸。那这里也叫巴维。过去了以后就是柬埔寨的巴维市了。呃，现在我已经到了口岸了。呃，这里呢是很多在越南南部的中国人出境越南，再入境越南的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地方，因为都是陆路，坐车来再回去就很快。因为我们的签证都是短期签证，如果有事情回不了国，那续签就要有一个出境的动作，那就在木牌做个出境。越南出境非常顺利啊，现在已经出境了。前面就是柬埔寨了，这边直接走过去就行了。其实不入境柬埔寨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再入境越南，因为有的人可能是不入境柬埔寨就直接回来了，因为护照上盖了柬埔寨的章以后啊，出境的时候会被查，所以我很多时候我就尽量不来柬埔寨换签证，有时候飞到马来西亚去，或者到别的地方就玩一天，玩个3、5天。那今天呢，我这几天时间比较紧，所以我就来柬埔寨了。我现在已经离开这儿，相当于离开越南了。现在在越南和柬埔寨中间的一个卡点里面。这是一个关卡地啊。这边有柬埔寨的公交车。我看还有那个 WiFi free， 公交车上还有免费的 WiFi。这里有很多人载人的，因为这一段路大概有500米有300-500米的样子，也有很多摩托车在两个国家之间跑来跑去。这里还有别的大路啊，可能供那个大货车通行的，做边检的。这里有越南和柬埔寨的国旗。这里就是越南和柬埔寨的分界线了。这是一个边界界碑，171号界碑。我也入境过柬埔寨一次，但是仅仅是入境，马上就回来了。在越南入境柬埔寨实际上非常非常方便，有护照正常通关就行。是中午，现在这边应该是工作人员在这吃饭。越南这边柬埔寨这边现在就是柬埔寨了，这边非常非常热，非常炎热，特别晒。它这个建筑也是柬埔寨的风格，柬埔寨的寺庙的风格。现在已经顺利的办理好了柬埔寨的入境章，入境手续。现在我已经算是正式踏上了柬埔寨的国土，马上我们转一圈，立马就再离开柬埔寨。现在很多人在这边休息啊。因为在柬埔寨我实在是没什么事儿，所以我就柬埔寨不做停留，马上返回越南。其实入境柬埔寨的时候也非常方便，就是他有人引导就是你到这里去，到那里去，然后很快就办理好手续了，非常非常便捷非常快，所以也不需要找人帮你代办这完全没必要的。现在我们在办理柬埔寨的出境，来去没有超过5分钟。现在柬埔寨等于4花出境，我又回到了中越边界中国和越南不是中越，是越柬边界越南和柬埔寨的边界。那柬埔寨、越南出境、柬埔寨入境、柬埔寨出境都非常非常丝滑，但可能越南入境要花点时间，因为我签证还没有好，但是我想找个地方凉快的地方休息着待着就行了。等我的签证好，就直接回到越南。
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越南这边了。那等一下进了海关以后就不能录了，在这中间区域空白的地方没有人管。这边休息啊，有很多就是做这种代理帮助你办签证的，他手续费30万越南盾，也不贵。但是我签证还没好，然后没好他就跟我说，他可以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给我办好，但收费特别夸张啊。我没让他们办，我已经让国内的朋友办了，专门做签证的朋友。那他们办理的话就，不能同时2个地方提交，否则会被卡关，啊，会被卡住。所以我就只能慢慢等。越南的雨说下就下啊，一会儿就下起来了。我是在这个遮阳棚下面，出了海关，有一个遮阳棚，遮阳棚下面休息。现在一会儿下了一阵大雨，应该不会雨特别大，因为天气非常好啊，这个天空也比较湛蓝，雨应该不会特别大，应该是一阵儿就过去了。在这里发现一家咖啡店，这里不光有咖啡，还有简餐，点一杯咖啡，点点吃的，慢慢等。点一杯咖啡，还点了一碗牛肉面。这咖啡也不贵，3万越南盾，其实市里边稍微贵一点点啊，比那个平阳那边，但是跟那个胡志明比也是比较便宜的，3万越盾一杯咖啡。这里中午人不是很多，谢谢。这牛肉面感觉还是有点料的啊。在这里呢，吃到这么便宜的牛肉面不容易。我在上海机场吃牛肉面，一碗好像要70多，我忘记多少钱了，挺贵的，我觉得。这里11万越南盾，这个价格应该是比较亲民的。酸菜牛肉面，面和国内差一点，但汤还可以。现在已经是4点多了，我再过20分钟，我估计我的签证就能拿到了。拿到签证之后，直接回越南，在这边吃了个午饭，喝了杯咖啡。休息了一下，然后就返回。实际上我等于没有进到柬埔寨，我就是在海关里直接就绕进来了。也有2次我都没有到柬埔寨去。那有机会我其实想去柬埔寨的吴哥窟，有机会去柬埔寨去旅行，去玩一下。现在没什么事我就不往那边去，因为那边在我的认知里没有那么安全，或者是我也不熟悉。那我觉得在越南挺安全的，所以我那边没有多去。那今后我有机会，我还是想自驾，或者骑摩托车。如果摩托车我从越南能骑到柬埔寨，那我就骑摩托车去一下，柬埔寨，然后在柬埔寨骑行一圈，兜一圈。我看到有博主这样骑行，从中国一直骑了整个东南亚，然后再骑回国，特别牛。我也想这样骑行一下。现在是4点半，越南时间4点半。我的签证已经拿到了，也顺利的丝滑的出境了。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在这个中间，越南和柬埔寨中间，我等那个我的电子签下来。电子签下来以后越南这边他没有打印，那要付一个15万越南盾给一个小伙子。让他跑到柬埔寨那边，去做这个，电子签的打印好了以后，这边很快就办理好了。如果你想速度快一点呢，因为东南亚这边呢，它是有一个小费文化，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小费。如果你不愿意加，它也会放你出境，但是会速度慢一点。这个呢，见仁见智。你觉得你时间宝贵，那你就花点小钱，
如果你觉得你不愿意给这个钱，他也让你过啊。我前面是全程都那个，我后面是办签证的时候，为了加快进度，那我放了一点点小费，因为这个在东南亚这边呢，他觉得是一种尊重啊，他不一定非得你给了他才放你，你不给他也让你过。我现在已经正式进入越南。啊，因为我是骑车过来的，我没有开车。啊，上一期的视频我给大家讲过，因为我开车，我被罚了2000多万，我觉得还不如骑摩托，而且我也不常开，因为我做事的话，到一个厂里面，基本上一周都不怎么走了，啊，就是移动的范围很小，啊，所以我觉得摩托车还方便一点，特别是在平阳，我现在住到新加坡1了，那边你开车也不方便。还不如骑车，骑车更方便一点啊！所以我现在还是摩托车出行，那跟在西贡是一样的啊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到时候再租辆车代步，或者是远一点的我打车也行。但是我确实比较喜欢骑摩托，而且经常是摩托车长途旅行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现在已经看到我的车了，拜拜。越南见。